关于天玑9600 Pro 的各项数据开始泄露出来了，数码闲聊站放出了这款芯片的一些早期跑分成绩，也就是 Geekbench 6的分数，单核分数大概在4200到4300分之间，多核则在12000到12500分左右。如果你对跑分不太敏感，那么此时你肯定在想，哦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让我先给你一个参照，上一代芯片，也就是天玑9400，或者说它的前代产品，单核跑分大约在4000分，多核大约在11000分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的单核性能大约有5%到7%的提升，多核性能则提升了大概10%，算不上巨大的飞跃，对吧？但这些都只是工程样机的早期数据，最终的芯片可能会更快，因为工程师们还没有完成所有的优化工作，我们大可以先把这些数字当成一个参考范围，而不是最终结论。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芯片采用的是所谓大小核架构，简单说，就是几颗强大的核心负责繁重任务，再用一堆较小的高能效核心来处理日常琐事，这已经是多年来行业的标准打法了。但天玑9600 Pro 的打法有点不一样，它采用的是被称为全大核的设计，具体来说是一个2+3+3的配置，它有2颗主频接近5吉赫兹的超级核心，然后还有6颗依然性能相当强劲的大核心。没有低功耗的小核心，这颗芯片里的每一个核心都是为了性能而生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辆把普通座椅全部换成赛车同椅的跑车，引擎的每个部件都为了速度而调教，这就是它的设计思路。在图形处理方面，天玑9600 Pro 据传将搭载 ARM Mali G710 GPU， 这是 ARM 最新的 GPU 架构，应该能为游戏和图形性能带来显著的提升。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分，我认为是很多人在实际使用中真正会在意的，那就是能效。这颗芯片是基于台积电的 N2P 制程工艺打造的， N2P 是原本已经相当出色的2纳米技术的升级版，更小更新的制程，基本上意味着芯片能用更少的电量完成更多的工作。之前有媒体铺料说这一代的提升会高达20%到30%，但是从目前泄露的跑分来看，那个诱人的目标好像遥不可及，毕竟相差的还是太多了。目前媒体称首发搭载这款旗舰芯片的手机厂商很肯定是 vivo 或 OPPO，感觉我们自己也能猜得出来，不过应该也会有网友表示，现在手机的性能提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性能早已过剩，还不如把这些心思多花在提升续航上。毕竟跑几分钟高频和多1小时续航相比，不少网友们还是会选择后者的，对吗？坏消息是，由于都是大核，那么很可能能效的提升可能被性能的提升而显得没那么明显。在续航上，我们可能看不到较大的提升，但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测，说不定厂家有妙招能同时做到两者共同提升显著呢？你怎么看？不妨把你的看法分享到评论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